大家好，我是王维。最近这一到秋天啊，我就总想到中国东北的那些老铁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那边的秋景啊非常漂亮，这火车呢穿梭在秋色宜人的景色之中啊，形成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这对于我自己来说啊，这是一幅非常令我享受的画面。二是秋天的温度降低，万物开始凋零。而从北京去往东北方向的废弃铁路和废弃车站啊，又特别的多。我觉得那些老铁路就像植物一样，有的逐渐枯萎，有的结束了生命，所以我会感到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当然，即便这些老铁路彻底被拆除了，我认为啊，也是有迹可循的。况且还有很多废弃的这个车站啊、铁路啊，还有这个桥隧，藏在山区或者一些城市角落里边。我认为，如果想找的话，肯定能找着蛛丝马迹。在1940年代，如果从北京坐火车去东北，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是传统路线，也就是北京到沈阳的京凤铁路，在当时叫北宁铁路，这是1881年从唐胥铁路延伸下来的中国第一条干线铁路。它从北京到天津，再奔唐山出山海关，一直沿着辽西走廊到锦州、新民，最后到达沈阳。还有一条1937到1938年修建的铁路，它的名字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就是京古线和锦古线。这条铁路呢是沟通长城内外，也就是华北去往东北的第2条铁路通道。它的起点呢位于北京通县，一路向北经由顺义、怀柔、密云，再奔东北到古北口与锦古线相连。出了长城之后呢，这条铁路一直往东北方向，以4个之字形折返线翻越拉海岭至承德，再一路向东经陵园、叶百寿、朝阳到北票南边的金岭寺，与京凤铁路的锦朝支路连接，最终经义县连接锦州。那么为什么这条关内外第2铁路通道被分为2部分，也就是京古和锦古呢？这还得从它的修建原因说起。刚才咱们提到了一条锦朝支路，实际上呢是锦古铁路中历史最悠久的一部分。它建成于1924年，为京凤铁路外运北票煤炭的路线。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之后呢，日军开始进军热河，这时候铁路的功能啊就不仅仅是运输客货了，它成为了军国主义扩张的工具。这个锦朝铁路啊，也就从1933年开始一步一步的往西延伸到了承德，最终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控制下的满铁从北京和承德2个方向往古北口执行迅速建设计划。您听这名儿，这得有多迅速呢？这条铁路采用边勘测边施工的办法，半年的时间就把120公里的京古线，还有106公里的这个锦古线的承德到古北口段就给修通了。好家伙，这在那个年代，这200公里的铁路，这不得最起码修个1-2年啊？您说这半年这玩意儿，这要搁现在，搁到今天这个技术，是吧？您再甭说那个磨洋工的，那个偷懒一个工程修个10年8年的，是吧？就这200公里铁路，最起码我估摸着也得个1-2年吧。所以从这个速度和修建时间上来说，咱们就能看出当时日方出于军事目的急于通车的这个意愿和行动。咱们说回到它的命名，为什么这条铁路分为京古、锦古2部分呢？实际上它不是同一条铁路吗？嘿，我跟您说啊，这伪满洲国一建立，虽然东北加热河名义上还属于中华民国，但伪满的统治者可不这么看。这中华民国对于当时的伪满统治者来说啊，是外国，所以这铁路当然不能叫同一个名字了。您比如说咱们开头提到的京凤路，也就是北宁铁路，它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啊，以山海关为界，伪满管北宁路山海关到沈阳段叫凤山线。当然中华民国这边不承认了啊，但是等1937年华北沦入日军之手之后啊，北宁路的北京到山海关这一段就也被改名了，被叫成京山线。所以这个京古线、锦古线被分成这么2趴，也是这么个道理，是吧？中间隔着一个所谓的国界呢，这个古北口那块曾经还设置过海关。关于这些内容呢，以后到时候咱们具体会讲。
1938年3月底，这条铁路建成通车。其实它的原名叫通古线。通车2个多月后日伪当局把线路起点改到了北京东便门，于是这条铁路又被改名为京古线。当时日方还对这条线路的施工和运营进行了专门的拍摄。这条铁路运行了7年，直到1945年2战结束之前，日军将怀柔到古北口段战略拆除。在国共内战期间，这条铁路曾经进行了短暂的修复工程，但在内战的影响下，这条铁路就再也没连起来过，最终全线瘫痪。等到了1953年，当北京到承德的铁路要被修复时，拉海岭和广仁岭的高坡区段就被废除了。这铁路呢，从密云开始改成往东走，经兴隆县、应手营子连接承德上半城，如此呢，可以将沿途的铜矿和煤矿进行外运。此后，从密云到古北口的京古线，以及古北口到滦河的这个锦古线，即终结了历史。这段线路全部被拆除，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被改成了公路。一部分遗迹散落在山间。当然，最惨的那部分就是被密云水库给淹没了，现在彻底看不着了。您觉得咱们还能找得着这条铁路遗迹吗？我跟您说，即便这条铁路全被拆干净了，对于常年探索这个铁路遗迹的我来说我相信每一处铁路遗存都逃不过我的法眼。我还找到了当年日伪时期的老资料，咱们可以按图索骥，一路拾遗，往古北口方向边走边聊。您看，这儿就是京古线的起点了也就是位于通州支线双桥至通州南站之间的这个道岔的位置。这往北拐过来，马上就是新通州车站。这个新通州车站呢，建于1938年，它所在的这个通州也就是通县，在1000多年前就是个交通枢纽。元代的时候呢，这儿成为京杭运河的起点。说到这儿，我想起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这北边的通州指的就是这儿。到了1930年代，在日本的策动下呢，通县这边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实际上就是由日本控制。因此，当时这边就已经驻守了大量的日军。在1935年底，日方就对这条线路进行了秘密的勘察工作。他们对密云到北京这段路做了3条选线。第一条是从密云奔怀柔，再一路往南经牛栏山顺义到通县，连接这个京通支路。第二条呢是从密云往南不经过怀柔，再经过牛栏山到通县，还是连接这个京通支线。第3条呢是从密云经怀柔到高丽营，然后往西南方向直接连接到北京，也就是北平。前面说的3条路线都是设想，等真正动工的时候呢，已经是7.7事变之后的这个1937年9月5号了。当时这日方就得根据这个战况来选定路线。不过呢，日军在7月底实际上刚刚占领了北平，但是当时国军和日军的这个正面战场的战线离北平还不算太远，所以他们这日方这边也担心所谓的安全问题。而通县所在的京通支路是北宁铁路的支线，这条线路呢本身就通往日军已经占领的这个丰台、廊坊，甚至山海关以外的这个伪满洲国，再加上日军早就在通县站稳了脚了，所以出于战略目的，这条铁路就采用第一方案修到了通县。所以这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条铁路的起点设在通县。这对于当时的日方来说是有战略目的的。这个新通州车站作为起点站来说呢，规模比其他的京古线车站都要大。在通车初期，站内设了5股道发线。老站房设于正线东侧，是一座日式砖木站房建筑。它的下半部分是砖石，上半部分为木质，屋顶为瓦楞铁。您看这凸出来的部分就是运转室，立面上呢挂着站名。由于新通州是起点站，所以站房的规模呢要大于其他车站，为横向5间。不过这座木质站房早就被后来的水泥站房代替了。这座车站呢也在2战结束后改名为通县西站。
在开工初期，这些筑路人员先是租用车站附近的民宅、小学还有礼堂作为宿舍，后来甚至把关帝庙还有当地旧军阀的宅子都给占了，当宿舍了。占了之后啊，这里边还分日本人宿舍和所谓满人宿舍。这个满人啊，指的不是满族人，指的实际上是在伪满洲国境内的中国东北人。但是这些宿舍呢还不够用的，他们啊还租用了40辆篷车作为宿舍、办公室和仓库。等建筑材料逐渐到齐了之后呢，这新通州站附近才开始搭起各种用途的附属建筑。通过对老照片的分析，我发现当时车站里边啊大多是木质建筑，比如公务段、领工区、木工车间、货仓还有浴池，而砖房却非常稀少，比如车站东南的这个独身宿舍是砖砌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这些重要建筑的附近都设有军事用途的碉堡和护墙。另外有一处非铁路功能的建筑，就是站房旁边的神社，这一看呀就是日方给日籍人员设立的宗教信仰场所。由于这个新通州站是起点站，日伪当局啊在这儿设立了一处机车房，也就是火车头整备的地方。它的位置呢位于车站西南侧，紧邻线路的起点处。这座车库啊也是木质的，一看就是为了迅速通车而临时搭建的简易建筑。库内呢还设有检修机车走行路用的地沟。咱们从平面图来看，这块啊还设有给机车清这个炉灰的地沟，还有放置沙子的这个区域，以及给这个机车换向的三角线。不过呀，我看1960年代的卫星图上显示，当时这个机车房就已经被拆除了。它的三角线的北端呢被木材厂专用线覆盖，而这机车房的原址呢被改成北京电气工程学校，也就是原来铁路技校的校址。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啊，我坐火车路过这儿，还看见一台东风5抗震型内燃机车停在学校里边。另外根据线路图来分析呢，我看这个给机车上水的水塔啊，并不在机车房这儿，而是修在车站站场里边。我分析啊，它是既能给机车上水，又能给车站和附属建筑供水。从老照片上来看呢，这座水塔是木质的，它的这个水鹤呀设于2层的位置，应该也是迅速搭起来的这么一个临时建筑。在2006年我头一次来这座车站的时候啊，它刚从通县西改名为通州西不久。当时呢我拍了几张照片，没看到什么特别明显的老建筑。等我2021年再来探访的时候啊，发现确实如此，我并没有找到任何一座日伪时期的建筑。这块最老的物件也就是这根英国 BV&C 公司为京张铁路于1908年制造的老钢轨了。您还真甭说，我还真探访过它的制造商，就是位于英格兰东北 Middlesbrough 的这个 BV&C 钢厂。它的全称呢是 Bokovana and Company Limited。 在1907年的时候，这家钢厂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它曾经将 Middlesbrough 这个仅有40人的小村变成数万人的钢铁城市，也曾经为中国制造过非常多的钢轨，比如说北洋关铁路1891年的 ICR 钢轨。不过呢，在1929年这座钢厂破产了。到我2018年去探访的时候，这儿啊只剩下钢厂的机车房，还有一些少量的遗迹存在了。咱们说回到钢轨，这京谷线是从1931年10月1号开始进行铺轨工作的，第2年1月16号完成全线126公里的铺轨。您看这从动工到铺完轨仅仅就用了4个月，从正线到站线需要的钢轨量是非常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向钢厂定制新钢轨，再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其他铁路备用的轨料。要实在再不行，就得拆东墙补西墙了。比如说1943年，这日方就真的将中国第一条自行修建的铁路，也就是通往清西陵的新义铁路全部拆除，其轨料就被挪到了京谷线。我虽然无法考证这根钢轨是什么时候来到通县这边的，但它肯定是从京张铁路挪到京谷线来的再用轨。这也能从侧面证明这京谷线在某一时期的修筑和养护状态颇为紧张。
来，咱们沿着铁路向北出发，离开通县西站，咱们的大方向啊是往东北走。下一站呢是张新车站，这个区间啊长13.8公里。出站之后呢，就是京谷线跨越通惠河的地方。曾发生激烈战斗的八里桥之战就在这一带。往北再经过2处弯道，这京谷线啊就跨越温榆河了。这温榆河啊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上游，不过这地方多次改线，现在已经看不出任何通车初期的遗迹了。京谷线的第2站呢是张新车站，它建于1938年，因车站旁边的张新村而得名。您看这线路图，这明显啊是一座会让车站，站内啊只有2股道发线。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建站初期啊，您看这个2股道的这个两边各有一端是侧线，等于说这火车如果要是通过张新车站的话，它必须要经过一处侧向的道岔。它不跟现在似的，如果要是说正线通过，所有道岔都是正向啊，您就快速通过就完了。像这样的战场布置啊，至今已经非常少见了。这张新车站的站房呢，是设置于正线西侧的站台南端。您看它这外立面，这也是一座下边砖石上面木板的砖木房子。但是您注意看哈，这站房2侧就都设有这个军事防御的护墙了。由于张新车站是一座小站，所以站房规模比新通州要小，为横向3间。根据我的调查，这通车初期的砖木站房最多到1950年代就被砖砌站房给取代了。到2004年的时候呢，这第2代砖砌站房也被拆除了，随之被第3代站房取代。在2023年我考察张新车站的时候呢，我碰上一个当地老人，他跟我说这站房的南侧啊，曾经有一座碉堡，是日伪时期的驻站日军啊用来控制车站的。我查了一下卫星图，这儿还真曾经有过一座碉堡，但是在这个2011年之后啊，它就消失了。我听这老人说啊，那座碉堡啊是被焦庄户地道战博物馆整体给搬走保护起来了。一共是三个碉堡，3个，这儿一个，李桥一个，李桥一个，然后22公里这儿一个，那儿一个，那您说那个这另2个还都在吗？都没有，都给扒了是吧？都给扒了。所以现在这张新车站啊，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通车初期的遗迹了。咱们从张新再往北走16.4公里，就是顺义。我在这一区间中啊，只发现了一座日式桥梁。这座桥呢不大，但通过2端的护坡和桥台，我就能判断出来，这是日本修建铁路的样式。像这种铁路桥在其他日伪时期修建的线路以及日本本土，我都能找着一模一样的。接下来呢是京谷线的第3站顺义车站。这顺义这地方从唐朝开始就是一大地方，最初为唐王朝为内附契丹而建的顺州城，到现在这地方还有城墙遗址。在1937年修京谷线的时候，顺义车站啊设置于县城西北，车站里边设置3股道发线，2座站台，站房啊是设置于线路东侧，也是跟张新车站一样的这种砖木建筑。这座站房的规模与张新车站相同，也是横向3间的日式小站房，而且在站房南北也设有军事的这种护墙。这座车站的规模就比张新车站大点了，而且它是一座给水站，就是这个蒸汽机车啊可以在这上水，所以这站内呢设置有2座水塔，一南一北。我看老照片上显示，这个水塔下方的线路上还有地沟，所以我判断机车是可以在这儿进行整备和简易的检修作业。车站南边1公里的北关水桥附近，还有一条长800米的采石线，这是用于给沿线提供建筑材料的。不过呢，这老照片上的顺义车站可不是现在的顺义车站。这话怎么说呢？1939年7月，北京很多地方都遭遇了大洪水，这铁路呢遭到了严重破坏。我呀虽然没找到当年顺义这边的照片，但从后续的行为来看，我判断这个顺义1代车站的损毁啊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那一次的大洪水呢，直接导致这个铁路在修复的时候啊，向东平移了1公里。这个顺义车站呢，也从北关水以北的庄头村挪到了原址以南3公里的县城西南边的地方。我到一代车站这地方去考察过，这个车站和故道已经被改成了101国道了，几乎找不到任何遗存了已经。所以呢，如今的顺义车站是1939年建的2代车站。这儿呢倒是有2处铁路遗存，一处是日伪时期的老站房，位于1980年代候车室北侧270米的位置。它横向7间，呈南北向布局，中间啊突出的一间是运转室。这南半部分呢肯定是办公房，北半部分是候车室、售票室等。它的这个外立面啊，还有一些独特的地方。您看这窗台底下有这个防水腰线，门窗2侧呢都有西式的雨石装饰，可见这日伪当局当时为了这个修这座车站还是下了功夫的。这跟迅速建设中的这个砖木站房可就不是一回事了。因此，这座顺义2代站房也就成为了京谷线唯一保存的日伪时期站房，现在是作为铁路职工宿舍。另外一处遗存呢，就是老站房南侧的水塔。我推测它呀是建于1939到1940年。像这种水塔在华北和东北的铁路沿线非常常见，光北京附近就有好几个地方有，譬如丰台、长辛店、琉璃河、南口、廊坊，一直到吉宁、呼和浩特都有，而且几乎用的都是一张图纸。它的底部啊有地下室，1层呢有供暖锅炉，它的用途呢就是防止水柜里边的水在冬天的时候啊结冰。这水塔内部呢有梯子能爬到顶层。您看这种水塔，它从外边来看啊，其实非常普通啊，非常不起眼儿。但是细看的话，我跟您说，它可不仅仅是水塔。您看它的这个四周都有射击孔，里边还有铁窗护板，所以啊，它还有碉堡的用途。当然，这种水塔一般都比较高，一般至少得有30米。水塔上面，所以呢，它绝对是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制高点。所以我判断它也有这个瞭望敌情的用途。我在长辛店和南口的日伪水塔里边啊，都发现铸有昭和年间铭文的管件。你看，昭和13年，那就是1938年啊。我相信这座水塔里边肯定也有，只可惜这座水塔周围啊被民房包围，进不去。所以以后有机会咱们再一探究竟。从顺义一路往北就是怀柔车站了，这个区间呢本来是20.2公里长。1939年顺义车站往南挪了之后呢，这个区间的长度啊就增加到了22.9公里，其中包含顺义2代车站在内，往北7公里啊都在1939年的改线路段上。出了顺义2代车站之后呢，很快就是这个区间里边最值得一看的北关水铁桥。这座大桥啊，建于1939年洪水之后，它取代了西边740米处的1代北关水桥。这座桥啊，长110米，总共3孔，主跨呢为下城市钢横梁，跨度是63米。这对于仓促通车的京谷线来说呢，可算是大手笔了。据当地老人说呀，在1940年这座铁路桥竣工之后呢，桥头曾经立过一块竣工纪念碑。传说这碑上是有中英2种文字，内容呢是这座桥为英国设计，日本施工，一部分工人啊为附近的村民。但到了1949年之后呢，这块碑啊就被推倒了，目前下落不明。不过呢，我还是在桥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桥上仍然有 British Steel、Cargo Fleet England， 还有 Skinny Rope， 这就相当于铭文了。虽然我没找到年份，可是这地方现在还能找得着。它就位于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 Middlesbrough 东边17英里的地方，那儿到现在还在炼钢呢。据说在20年前，工务段对沿线桥梁进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这座大桥没有一颗松动的铆钉，所以喷了喷防锈漆就算完工了。很多工务段师傅啊，对这座桥的工艺和质量啊，表示特别的赞叹。
由于顺义到怀柔这个区间啊，将近23公里长，所以从1946年开始呢，这个区间里逐渐增加了3座车站，给这个大区间分成了4份。其中一个车站的名字啊，您可能不陌生，它叫牛栏山，这是一种北京二锅头白酒的名字。这牛栏山车站呢，是1946年增建的会让站。我在2009年探访这座车站的时候啊，没有找到1940年代的遗存，只看见了一座1960年代的老站房。到2025年，这座站房已经被拆除了。然后呢，就是高各庄车站，这儿啊本来是一处采石场专用线的道岔。到1970年代呢，因为建设这个首都机场需要发送大量的石闸，所以那时候才正式设站。到1990年代，这个大同到秦皇岛的运煤专线铁路建成，就是大秦线，所以这儿呢就修了一条连接大秦线茶屋车站的联络线。不少从大同去北京的运煤列车啊，都经过此站，所以那时候起，高各庄以南的这个京谷线，也就是京城线，就成了全线最繁忙的一段。过了大秦线的铁路桥，就是1955年增建的会让站庙城车站了。这儿在全线通车之前，曾有过一条长1700米的采石场专用线。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也找不着任何痕迹了。过了庙城，马上就是一处让我感到特别疑惑的地方了。我在拍这个古今对比照片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京谷线八渡河桥这块儿，这新老照片怎么着都对不上。这后边的山势不对呀，难道是我解读老照片出错了吗？后来我一看老航拍图才知道，原来这个老线跨河的地方啊，比1980年代的这个双线铁路桥还得往北600米呢。这怪不得背景这山对不上呢，它不是一地方。所以我到这北边这儿来看啊，这块有7座水泥桥墩在水里边戳着呢。从宽度和高度来判断，这一看就是铁路桥，位置也对得上，所以呢，这儿就是老桥的原址了。从老照片上来看啊，这座桥在通车初期是木便桥，两端都有碉堡。这日伪当局为了图快，这碉堡居然是木质的。哎呀，我想这要是遇到重武器攻击，这还不直接就报销了。当然我不知道这碉堡是不是跟八渡河桥一样，也从这个木质改水泥的了。总之呢，现在这个老桥的原址啊，除了桥墩再无别的遗迹了。我根据这个河流宽度判断，这座桥啊原来应该是12孔，全长呢是240公尺。但由于后来修公路桥，现在已经有这个5座桥墩啊，已经消失在视野之中了。从这些老照片上来看呢，这个八渡河桥啊，距离怀柔县城已经非常近了。京谷线再往前走，绕过城南，再往东北方向拐弯之后，在县城东侧设立怀柔车站。这怀柔啊，虽然是一大地方，从明初开始就是县城了，但这车站可比顺义小多了。在通车初期，怀柔车站只有2股到发线，日式砖木老站房及碉堡的建筑规模啊，与张新、顺义相同，都是设置于正线西侧，也就是现在候车室的位置。不过呢，现在的怀柔车站里边啊，也是找不着任何通车初期的遗存了。再往前，这铁路啊就该往东北方向拐了，奔密云方向。从这个区间开始啊，铁路的海拔就逐渐爬升了。从怀柔到密云的区间呢，长21.8公里。这京谷线跨越雁溪河、牦牛河，穿过1946年增建的统军庄车站，直到密云白河之前，几乎都看不出什么遗迹了。嘿，您猜怎么着？这京谷线跨越白河的地方可是一重头戏。这儿有全线另一个重要遗存，也就是全长585米的白河大桥。这座老桥呢，可有不少老照片。最初啊，这个日军急于通车，将木便桥修在了今天公路的位置。等这京谷线全线通了车，日军也控制了铁路沿线地区之后，又逐渐修建了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桥梁。这座大桥啊，现在能看到20孔，其中1孔48米的主跨是下承式钢横梁，用的是日本8番制铁所的钢材。
另外的16孔钢板梁呢，有的用的是英国钢，其余的3孔啊是位于桥梁西部的混凝土拱桥。我注意到还有一部分拱券啊被线路两侧的这个护坡给挡起来了。我分析可能是河道的水流发生了改变之后，这铁路也随之进行了一些改动，但有的地方这土坡埋得不严实，还是能看见被埋拱券里边的空间。所以我考察了一圈，我判断这座大桥西部的拱桥应该是12孔左右。从老照片上来看，这密云铁桥建成之前呢，临时木便桥的两端都有木质碉堡，等铁桥建成之后，这碉堡也改成砖石的了。它位于现在白河大桥的这个西桥头，这儿啊是京谷线最瞩目的一座碉堡了。在2005年的时候，密云县文委在碉堡旁边啊设立了一处坊间纪念碑。到2013年1月的时候呢，这座碉堡就被公布为普查登记文物了。我觉得也算是有了一个好的宿命。不过到2017年的时候特别有意思，有文物志愿者发现啊，这个封闭的碉堡里边被人为摆了一些供桌、神位、香炉，嘿，俨然成了一座小庙了。当时呢，有记者询问这个文物管理部门，但是这个官方的回应啊是不了解情况，会去现场巡查。过了白河，紧挨着啊就是密云车站了。密云呢也是个大地方，从北魏时期就有密云这个地名。东魏时期，密云县的治所啊就位于现在密云县城这地方了。对于京谷县来说呢，密云以南是地势平缓的区段，过了密云就该进山了。所以日伪当局啊在这儿也设置了2座水塔，同时设置了煤台和地沟，用于蒸汽机车整备。这密云站里边设置了3股道发线、2股机务折返线，站场中间是砖木站房，还有木质的附属建筑。我拿着老照片到现场考察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密云车站的1代站房原址应该是在现在车站西侧货场的位置。这座日式砖木站房与张欣、顺义、怀柔的图纸相同。现在使用的这个站房啊，已经是1950年代在东边200米又新建的2代站房了。这个京谷线全线通车的仪式是在密云这儿举办的。之前我拿着老照片在京谷沿线对了半天都没对出来，本来我以为这个老照片里这位置会不会是下惠车站附近的山啊？嘿，没想到5年之后啊，我发现登载这张照片的这个杂志，人家下边本来就有图说，我再一对那山，果然是密云车站啊！您看这担当开通仪式任务的机车侧面啊，还挂了个 American Locomotive Company 的这个名牌，它的车号呢是1024。我查了一下啊，这是1907到1908年南满铁路向美国机车公司订购的 Consolidation 式机车，也就是轮式280的 KD1 型蒸汽机车。这种型号的机车呢，总共有46台，都是在新泽西的这个库克工厂制造的。他们原先啊，在大连至长春的南满铁路干线上使用，后来被转移到了安凤线、四桃铁路和抚顺煤矿使用。到了1938年京谷线通车的时候呢，这车就从伪满那边调到京谷这边来了，以填补新建铁路的这个运输动力。同时啊，我在老照片里边还发现了一台停在密云车站3道的这个机车。这台机车完整照片不多，这局部的照片啊也不是太清晰，看不清车号。但我根据锅炉、气缸的位置和形状来判断，这应当是胶济铁路的10轮式，也就是 Ten Wheel 蒸汽机车。它也被称为特呵5型蒸汽机车，是1910到1913年由德国亨首尔和哈诺马克制造的轮式460的客运机车。这2种机车啊，现在都没有原型车存在了，但留下了一些数据啊，可以供我们分析。这 KD1 型机车的重量是 78.56 吨，特呵5型机车及煤水车的总重呢是 114.4 吨。这就算装满了煤和水，咱们给它多算一点，再分别多个20吨吧。KD1 的总重呢，那也就是大概100吨左右。
除以导轮加上动轮5个轴，轴重刚好是20吨。然后这个特呵5也是，如果用114吨除以机车加美水车的9个轴，平均轴重呢也就不到15吨。而我看这个日伪资料上显示京古线的桥梁载重呢为轴重20吨，刚好能够承载这2种轴重轻的机车。你像京张铁路通车初期的桥梁载重就是35吨，它的关沟段由于要运行重载马来式机车，更是把桥梁能承受的轴重设置为50吨。所以您再翻回头来看这轴重20吨桥梁的京古线，这背后反映的实际上就是当时日方这个迅速建设、迅速通车的这个心态和目的。后来在国共内战期间这座车站也遭到过拆除，但是呢，在1953年，由于这个京承铁路的修建，这座进山前的大站又被恢复了。由于这个京承线的坡度也不小，达到22%，所以从北京去承德的一列总重4500吨的货车要在密云车站解编成2列2200吨左右的货车，再分别由双机牵引到承德。反之，从承德来的货车呢，也要到了密云之后，2列编成1列再往北京开。所以这儿设置了一个机务折返段，蒸汽机车呢会在这儿上水上煤，还会在车站东边的三角线掉头。到2000年代初，还有北京型内燃机车在这儿整备。后来随着机车交路的延长，这个折返段也废弃了。近年来随着京沈高铁的开通，这座车站也被更名为密云北站了。那得嘞，朋友们，咱今儿就先聊到这儿。下回我带您从这个密云开始，往古北口方向继续走。那一段呢，就全都是被拆除的线路了，特别的神秘。那一段到底还留存着多少日伪时期的铁路遗产呢？下回咱接茬边走边聊。